2003年3月，中国内蒙古通辽土耳其山采石场工地，一次例行的爆破操作，引发一声巨响，也引出一个惊人发现：裸露的山石背后竟掩藏着一个千年古墓，一座鲜红的凤冠惊现其中。棺木打开时，里面沉睡着一个契丹少女。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的胸部竟然注满水银。墓主的随葬物品众多，一件件极为精美华丽。沉睡千年的契丹少女究竟是谁？是宫廷后妃还是皇家公主？凤冠神墓中还埋藏了哪些秘密？伴随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期待着揭开这位契丹少女的身世之谜。时间回到2003年的3月9日，这一天，采石工人点燃炸药，像往常一样，这只是一次工地的例行操作。一声巨响之后，尘埃四起，瀑布般的尘埃从山岩滑落。尘埃落定，人们发现眼前的山体露出一块石壁。不同寻常的是，石壁上有很多明显是人为留下的痕迹。人们纷纷猜测，这些痕迹难道是古人留下的？石壁背后是不是掩藏着什么秘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的考古队6天后赶到现场。考古学家看向石壁的第一眼，多年的工作直觉告诉他，这石壁后面应该有东西。考古队仔细勘察石壁周边的山体、地形、泥土、碎石，综合各种信息，认为附近可能有座古墓。他们决定启动挖掘，想看看石壁后面到底掩藏着什么东西。工地现场一片狼藉，堆满大量爆破散落的泥沙碎石。考古专家选好一处地点，决定从这里开始现场的清理和发掘。初春的科尔沁左翼，天气还有几分寒意，人们在阳光下挥汗如雨。推土机、铲运机各种机械一起上阵，加上艰辛的人力，单是清理碎石的工作就足足用了1个多月。时间来到2003年4月23日，一条甬道，可能是墓道的通路，出现在人们面前。看着眼前的甬道，考古专家一步步走了进去。甬道的尽头却赫然伫立着一道石门。石门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高度大约有2米多，宽度有1.5米左右，石头很厚，看上去有50厘米左右。石门堵住了甬道，也堵住了它背后所有的秘密。考古专家知道，这块石头脊可能是封门石，唐墓、宋墓、辽墓，墓葬主人高一点的，很多都会采用石头封门。考古专家转身查看甬道两侧，墙壁上有一些壁画残留，但形迹难辨，模糊不清。突然，墙上一处符号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凭直觉，考古专家感觉有可能是文字。这神奇的符号很快被考古人员拓印下来，送到北京的一位古文字专家那里去辨认。眼前的甬道恢复了平静，石门也显得分外厚重沉默。从甬道到石门，从石门到甬道，挖掘坑中这段不算太长的距离，在考古专家眼里透着一种无言的神秘。从墓葬地点、现场情况，考古专家初步判断，石门的背后极有可能是一座古代辽墓，而且墓主人的身份不低。但专业知识同样告诉考古专家，做出任何结论和猜测都需要接下来的实证。甬道和石门所在的位置在采石场矿山的半山腰，从外往里走越来越窄，根本进不了大型机械设备。想要搬开石门，只能使用人力。如果能像阿里巴巴那样在山洞前念咒语就打开石门，开启这道石门将变成一件多么轻松的事。而眼前的考古队员无法使用咒语或者魔法，他们的工作方法很原始，把绳子捆绑在石门上，凭经验找到捆绑的角度，然后排成列，用人力一点点把石门朝外拉。眼看石门有所松动后，众人一鼓作气，卯足劲一拉，伴随巨大的尘埃，石门轰然倒下。没等尘埃落定，
考古专家已经冲到石门面前。令人遗憾的是，石门的背后并没有出现大家心心念念的墓穴洞口，而是一道木门挡住众人的视线。木门前面堆积着1米多高的淤沙，这意味着走进木门都有难度。泥沙清理工作立即开始，考古专家叮嘱大家清理时一定要细心。根据以往辽墓发掘的经验，石门和木门间这段距离正是出墓志铭的地方。如果找到墓志铭，墓葬主人身份的确定将会变得简单。3个多小时过去，泥沙清理完毕，墓志铭却始终没有出现。此时，一道木门完整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阳光下，木门上还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木门并没有被立即打开，工作人员需要探查门后是否藏有机关。门锁锈迹斑斑，如果这是一道普通的门，应该不难打开。但他们现在的挑战是，打开门的同时，要确保所有出土的物品得到最大程度保护，一切都进行得小心翼翼。木门的下方，考古专家发现了2只铜铃，一大一小。眼前的铜铃却让考古专家心中涌起隐隐担忧。如果是随葬品出现在门口，可能说明墓葬曾经被盗。历史上辽代墓葬没能完整保存到今天，在早期就大规模被盗的情况并不少见。一旦墓葬被盗，它的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木门藏有机关的怀疑已被排除，考古队决定将木门和门框整体拆卸下来。考古专家拿着手电筒，等待工作人员将木门抬开。木门抬走的第一瞬间，考古专家的手电筒朝里照射。手电光线下，考古专家看到一个鲜红的木棺，红色的棺椁静静地摆放在墓室的中间。手电环射四周，考古专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盗过的墓葬。高兴、激动、巨大的情绪冲击让考古专家走出甬道，想要独自平复一下情绪。就在兔儿基山，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清理，考古队板上钉钉地发现了一座新的古墓。过了一会儿，手电光线重新出现在墓室，继续着它的探索，照向未知黑暗中透着阴冷的去迹。一件惊奇的事出现了，幽暗中只见一只华丽的金色凤凰浮现出来。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凤凰的图案是皇室女性专用的标志。这只金色凤凰是棺椁上的图案，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它暗示墓主身份的高贵。那么墓主会是谁呢？确定身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墓志铭，墓主人的生平、家族关系还有人生经历等很多详细信息都可能出现在墓志铭中。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都特别希望能够找到墓志铭。古文字专家的反馈已经传递给考古专家，甬道上的神秘符号是契丹文，这是一种已经失传了数百年的文字。这个判断也印证了考古专家对墓葬是辽墓的初步推测。如果甬道墙上文字是契丹文字，很可能意味着墓穴主人是一个契丹人。契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起源于东北亚的广阔草原。公元700多年时，他们来到中国北方，并创建了辽王朝，和当时中原的北宋政权对峙长达100多年。现在的发掘地点正属于契丹人当年占领的疆域。鲜红棺木大半还埋在土里，看上去如此夺目，它上面的金凤凰如此耀眼，在考古专家眼里，金凤凰所透露的女性身份信息如此强烈。难道墓主是一个契丹王妃或公主？考古人员队已经摸清墓穴的结构。墓穴由墓道、天井、甬道、墓室和耳室组成。整个墓室的规模相比那些已发掘出土辽墓不算大的。随葬品一件件从淤积的泥沙中清理出来，每一天都有惊喜叠加的惊喜出现。这些随葬品的华丽和精美程度令考古队员们深感震惊。墓门的左侧
清理出一副鎏金银马鞍。洗去泥沙之后，马鞍通体闪金光闪闪。令考古专家惊喜的是，马鞍上又一次出现了凤凰，又是凤凰。黄金光芒的辉映中，凤凰的图案如此精美，散发着一种夺目的高贵。在这只银河上有一条团龙，它由黄金雕刻。对考古专家而言，它工艺的精美程度远超另外2座皇族陵墓的出土文物。如此精美的凤凰、团龙出现在随葬品中，这些皇家特色形象的使用，毫无疑问地透露着墓主的身份是非比寻常的高贵富足。尤其是凤凰图案的再次出现，似乎在强调着墓主的女性身份。还有这只高脚玻璃杯，晶莹剔透，给人感觉像是古代波斯地区的器物。要知道，那时的玻璃制品可不像今天，非常珍贵和稀有，普通人根本无法拥有。据史书记载，契丹王朝延续的近300年中，先后共有9位皇后、16位公主。从已知的契丹皇族墓葬的情况来看，王妃或公主多采用合葬方式。眼前的墓主显然是单独埋葬，会不会是一位年轻的公主？与此同时，一个隐隐的疑问涌上考古专家心头：眼前的墓室近乎正方形，长宽不足4米，顶高也只有3米多，墙壁建造显得粗糙，还有墓道也修得不整齐。比较起一些已知契丹皇族或贵族的墓葬，这样的建造实属简陋。如果是契丹公主，为何陪葬品如此气派，墓室却修得如此简陋？这时，考古人员在墓室的地上发现了一块块残缺的壁画。一个新的疑问引起工作人员注意：这些从墙上坍塌下来的壁画，不是应该画面朝下吗？为什么它们的画面朝上？考古专家分析，有可能墓穴墙壁上的白灰还没干透，人们就已经开始在上面绘制壁画了。墙壁基底层进水，空气进入，导致画着壁画的墙皮向外膨胀。壁画不是塌下来的，而是滑下来的。正因如此，掉落后，壁画的画面是朝上的。一番示意之后，考古专家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现象说明墓主人可能是在墙面未干时就被匆忙下葬的。为何要如此匆匆下葬？正常的皇族墓葬修建和墓主下葬不可能如此匆忙。墓志铭还没找到，意味着墓主的身份无法确定。求助古文字专家，专家那里无法提供更多帮助。现场能发现相关文字的资料太少，只有几个神秘符号的照片和拓印下的摹本。虽然能断定是契丹文字，却无法辨认到底是什么字，因为没有一个字的残留是接近完整的。非正常死亡。不止考古专家，疑点出现后，很多关注发掘进展的吃瓜群众也在沿着这个思路猜测。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转眼又过了1个多月。除了棺椁，所有的随葬品都已清理完毕。找遍这个不大的墓穴的每一处，考古队员们还是没有找到墓志铭。2003年5月下旬，现场的考古挖掘工作宣布结束。考古专家只能最终确认，这是一座没有墓志铭的契丹古墓，而墓主人的身份，目前阶段只能止步于是个未知的谜。棺椁已经密封，所有的文物已经装好，运输车辆带着考古队挖掘出的战果即将启程前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那些金凤和屠龙的图案也将随车而去。他们曾经让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充满激情地去挖掘和推测。考古专家希望在实验室里能够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这是棺椁被运到呼和浩特的实验室。10天之后，2003年6月2日，对于考古专家和邀请前来的专家们，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这将是非同寻常的一天。打开棺木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恒温恒湿的实验室中，气氛在不觉中变得有些肃然。或许
墓室修造简陋和随葬品华美富丽的巨大反差，墓主的去世是不是非正常死亡的疑惑，都将伴随棺木的打开找到答案。巨大的棺盖上面有一只金凤飞舞的图案，它是用金箔绘制的。考古专家和一些工作人员曾在墓室中无数次端详过它。人们小心地启动着棺盖，打开，里面竟然还装着一个内棺。在内棺上，人们又发现了凤凰图案。内棺的棺盖上有3条金灿灿的团龙，而且也是用金箔绘制的。人们都被眼前华贵的图案深深触动。这些图案再次强调着墓主的身份不同寻常。工作人员决定先取出内棺，他们用绳子套住内棺，让内棺和外棺分离。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不知不觉已是深夜，终于迎来内棺开启的时刻。1000多年前去世的神秘的墓主即将向世人展露真容。棺盖打开，内棺里的人躺在泥水中，头部和身体都包着布，能看到一些黄色的东西在闪。考古专家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躯体。古墓的主人并没有展露真言，近在咫尺的凝视后，工作人员却没有马上展开玻璃。考古专家知道，按契丹人葬俗，身份高贵的人死后随身会藏有一些随葬品，这些更贴身的物品可能是成为破解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物证。眼前尸身浸泡在湿泥水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失误都可能导致对遗体或文物的损害。考古专家思考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先搞清楚随葬品分布的情况，再展开玻璃。经过10天准备，2003年6月13日，一场准备了许久的透视行动开始了。人们看到实验室里令人匪夷所思地出现借来的医用 X 光机，还有专门聘请来的医生。专家们希望通过 X 光透视了解墓主和随葬品更多的情况。X 光机打开，搜索从死者的头部开始。一处3-4厘米宽的阴影出现在屏幕上，它到底是什么？在场的所有专家都无法立即做出判断，这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契丹人的随葬品。X 光机随后移动到胸部，墓主上身的骨头保存得非常完整，骨质的密度显示骨骼健康，营养良好。透视继续进行着，还是胸部位置，一些不规则斑点却引起专家们的注意。这些奇怪的斑点，现场的专家包括医疗专家都很难断定是什么。直觉又是直觉告诉考古专家，这些斑点可能和墓主的死因有关。但人们并不知道，想法只是发生在现场一位考古专家的思维活动中。搜索还在进行，很多影像一看就知是典型的契丹人的珠宝首饰。由于医学分析已经确认墓主为女性，整个透视中有2处最为特别，一处是死者的头部，那个最初探测到的奇怪的阴影，它可能是一个能显示墓主人身份的标志性物品。另一处就是死者胸部那些很多无规则的斑点。专家们商议，接下来玻璃工作就从头部开始。 X 光透视结果分析让那里留下一个很大问号。时间来到2003年6月14日上午，剥离和提取随葬品的即将工作开始。剥离丝绸石壁需要使用的防腐剂也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谨慎地非常小心使用工具，一点点掀开覆盖在死者头部的丝织品。墓主人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露出了他的真容。随着面纱的揭开，头部的头骨显示出来。X 光机中出现的头部阴影找到答案，原来神秘阴影是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头箍。让人惊叹的是，人们在它的上面发现装饰有凤凰的图案。凤凰的出现好像在又一次无声地提醒人们，这是皇族女人才能使用的图案。然而更让人们惊叹和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头骨。头骨的颜色竟然是黑色的，非常的黑。脸部的皮依然还在，薄薄一层，也是黑色，
脸部的骨头同样是黑色。剥离身体部分的丝织品时，为了丝织品保存的完整性，考古专家决定先取出死者的一些骨头，这些骨头同样是黑色的。衣服是层层叠穿的，有很多件。尽管衣服在千年的泥水浸泡中褪去了色彩，失去了本来的颜色，但它上面用金线勾勒的凤凰图案依然是清晰可见。一副巨大的项链显现出来，它由玛瑙、琥珀、银环等物串成，在灯光下闪耀着光芒。在手腕部位，人们发现了一对黄金手镯，不同寻常的是，手镯顶端有龙形的纹饰。而在5根手指部位，发现5枚黄金戒指，镶嵌着玻璃界面。戒指的黄金底托和玻璃界面之间是绿松石，设计十分精美。腿部位置有几个圆球状的东西，清洗过后发现是几枚鎏金的铜铃铛。身侧还发现了一根类似鞭子一样的东西。剥离进展到最后一件贴身衣物，留在专家们心中的另一个重大疑问还没有得到破解。X 光机下显示的那些神秘斑点还没有出现。对遗骸进一步清理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在遗骸的腹腔和颈部发现了水银，还一些还不慎滚落到了地面。水银的强烈毒性让现场气氛变得紧张，工作人员停下原来的动作，开始小心翼翼地用试管和烧杯收集遗骸中这些滚动的水银。X 光的照射的那些不规则的斑点，现在有了答案，可以确定是水银。而那些变黑的骨头，也是水银造成的。水银的发现还解释了人们在剥离过程中察觉到的一个新疑点，那就是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墓主的上半身比下半身保存得更完好，而水银的防腐作用就是原因。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些新的问题。首先，大量水银的使用是自杀、他杀还是葬俗？虽然史料记载契丹人有死后对尸体灌注水银保存遗体的葬俗，但现场的专家们暂时还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他们请来医学人员对墓主的脑、骨和皮进行了取样做切片分析。几天后，结果出来，排除水银中毒的可能，因为水银是灌注到体内的，用于保存尸体的。从契丹皇族葬俗来看，通常皇族成员如陈国公主和她的驸马都是戴着黄金面具下葬。提取的随葬品虽然华贵富丽，充满皇家气派，但最能证明皇族身份的面具和网衣却没有出现。墓主佩戴的是有凤凰图案的黄金头箍，这和其他已发掘的皇族墓葬有很大不同。现场提取铜铃铛和鞭子，引起另一位专家的极大兴趣。他分析，鞭子应该是神鞭，而腿膝部拴挂的这些个小铜铃应该和五岳有关，结合出土文物中还有2件银号。这位专家分析，墓主的身份极其可能和契丹人信奉的一种古老的宗教有关，它就是萨满教。驱鬼祈福都可能用得上这些东西。萨满巫师通常是由女性来担当，因此这位专家提出一个大胆推测，墓主会不会是一个萨满女巫师？但有些考古专家不是很赞同墓主是萨满女巫师的推测。他认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只有皇室家族才能用龙和凤，而从契丹人的丧葬习俗来看，受中原影响很大。一些墓葬的出土文物的研究都佐证了这点。契丹葬礼制度中存在着皇族和普通贵族、平民的分级。如果眼前的墓主仅仅是个萨满女巫师，一个神职人员，为什么能够使用凤凰和团龙的图案，享受皇家待遇？另一位专家也支持皇室身份的推测，虽然关于辽代早期皇族的材料记载有限，勾陈史料，这位专家结合墓葬发掘和出土的情况，推测墓主可能是一位叫阿布里的公主。阿布里公主是谁？辽史的公主表中找不到她的名字。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孙女，辽世宗的妹妹，东丹王耶律倍的女儿。
作为皇帝的妹妹，她妥妥地就是一位公主。阿布里的丈夫名叫萧翰，曾参与谋反，谋反对象就是皇帝哥哥，也就是公主的哥哥。叛乱被辽世宗提前察觉，没有成功，萧翰被处死。阿布里因为也参与了叛乱而入狱，没多久死去。作为辽世宗唯一的妹妹，阿布里公主的传奇经历似乎正好可以解释突尔基山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奇怪之处。公主身份当然可以使用龙凤图案，也与随葬品的华贵精美吻合，而匆匆建墓、埋葬、墓室简陋，甚至连墓志铭都没有等，可能与她参与叛乱获罪有关。辽史的公主表不都把她除名了吗？而另一位猜测墓主身份是萨满巫师的专家，重新梳理现场文物时找到新的支撑。他注意到一对金银牌上的图案分别有代表日的三足乌和代表月的月桂，这些图案又与墓室顶部的壁画图案相同。萨满教崇拜日月星辰万物有灵，这样的图案会不会是萨满巫师的职业象征？而对黄金头箍的造型研究，使他发现头饰与今天达斡尔族萨满佩戴的头饰造型很相似。不过又如何解释那些龙凤频现的皇家图案呢？苦思冥想中，专家突然灵光一现，契丹王朝中有没有一位女性既是皇族身份也是萨满巫师身份呢？伴随大量史料的翻阅、检视、梳理，一位可能身兼这两种身份的人物还真被专家找到了，她就是智古公主。智古公主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的女儿。辽史的公主表中对她有记录，她同是公主的同时身兼傲姑身份。傲姑这个身份具备萨满的一些特质或职责。有意思的是，智古公主所嫁的驸马名叫萧世鲁，他是述律平的亲弟弟，智古公主的亲舅舅。辽史记载，在辽太祖5年至7年，耶律阿保机的弟弟剌个发动叛乱，而智古公主的丈夫也参与其中。叛乱失败，剌个被俘，萧世鲁自杀，智古公主不久病死。她的境遇和阿布里公主有相似之处。说起来，阿布里公主应该叫她姑姑。她的经历也可以用来解释眼前这座墓葬修建简陋和陪葬品高贵的矛盾之处。另外，还能解释那些大批出土的铜铃等宗教相关器物。那么，这两种公主身份推测，到底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考古专家决定求助 DNA 分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有耶律语之家族墓地的10几个 DNA 样本。耶律语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兄弟，曾协助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他的祖父也是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如果墓主的 DNA 能够和耶律语之家族墓地的 DNA 样本接近，说明他应该拥有纯正的契丹血统。不过 DNA 检测刚刚开始就出状况，由于死者的体内含有大量的水银，骨头腐蚀严重，金属含量过高，干扰了数据的显示，2次 DNA 的提取都失败。深入研究一时面临僵局。实验室里，专家们决定从体质人类学方面再对墓主人进行一次全面的鉴定，而 DNA 的提取工作也在顽强地继续。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又拿来很多骨头进行比对，结果显示 DNA 和耶律语之家族墓地的一个样本接近，所显示的微小差异不影响对纯正契丹人身份的判断。分析结果肯定了墓主纯正的契丹人身份，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地出现在专家们眼前。凤冠中这位头戴金箍、面容已经化为枯骨的女人到底是谁？ DNA 分析结果把墓主是智古公主的可能性推翻。这位皇家公主虽然有公主和萨满特质的傲姑身份，但史料记载智古公主的母亲述律平皇后是有着西域的血统的， DNA 测试没有显示墓主有异域血统。
阿布里公主有可能吗？阿布里公主是数律平皇后的孙女，同样有着异域血统，也没有可能是墓主。皇家公主的可能性被排除了。难道墓主果真是一位萨满巫师吗？那些皇族图案和珍稀的随葬品又如何解释呢？实验室里，从体质人类学方面对墓主进行全面分析的结果也出来了。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墓主人的年龄和当初推断的相差很大。她不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女子，而是35岁左右中年妇女，身高159左右。根据头骨的特征，体质人类学专家判断属于北亚蒙古人种，这正是1000年前的契丹人所属于的人种，与 DNA 的分析一致。年龄信息的出现强化了专家们从萨满巫师角度对墓主身份做出更符合逻辑的推测。墓主会不会就是一位皇家女萨满巫师呢？职位的高阶也可以解释她为何拥有这么多贵重的随葬品。而比起20多岁的年龄，这个年龄显然更适合担当皇家女萨满的角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随着各种数据测试和分析出来，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开始浮出水面。墓主人的死因，显微镜下多项骨质的分析显示出墓主的腰椎和胸椎骨质增生的情况比较严重，盆骨也有骨刺，牙齿出现龋齿。单就龋齿而言，龋齿是细菌性疾病，继发感染就可能导致多种全身性疾病。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古代，这个年龄去世也不算早亡。作为萨满巫师，为何不仅棺椁有皇家使用龙凤图案，随葬器物中也频繁出现？数据显示，墓葬的年代属于辽代早期，辽代早期龙和凤的使用不像后来的清代这么严格。而且比对同时期的出现的墓葬，会发现墓的建造并不算简陋。至于为什么没有墓志铭，专家们也给出答案。墓相当于5代时期的墓，辽代早期，这时期的契丹的墓葬文化还没有后来那么发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那么深。从契丹人的树葬到后来的墓葬，这一时期的墓葬没留下墓志铭，正好表明它处于一个契丹文化风俗和汉族文化风俗彼此影响的融合期。专家们最后的分析指向墓葬主人极可能就是一位皇家萨满女巫师。在契丹文化中，生死并非绝对的界限，而是一种循环与转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是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的开始。萨满女巫师正是沟通人间与灵界的桥梁。这是凤冠神墓的修复出土文物展览，金凤、铜铃、黑骨。人们在采棺关守的中间可以看到一个小门，契丹人相信灵魂不死，据说这就是灵魂出入的地方。神秘而震撼的展品引发着人们对萨满文化的想象。关于凤冠神墓之谜，出人意料的是，原本被认为是1000年前契丹少女的墓主，实际上是一位中年萨满女巫师。作为皇家萨满女巫师，她的一生或许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可能在辽国宫廷中为帝王占卜战争的吉凶，为百姓们祈雨求富，也可能通过神秘的仪式与神灵对话，帮助人们消灾祛病。凤冠神墓的出土文物和萨满女巫师的身上，仍有许多可能人们不曾想到要去破解的密码。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随着探索的深入，那些静默的真相逐渐揭开面纱。它们有时令人不寒而栗，有时又让人感觉心生敬意。正是这种复杂的多面性，构成了探索历史的乐趣。